你在职总平价超市买到的进口食品变贵了，苦等3年的 BTO 装修材料和电子零部件又一次面临延误。时间来到2026年5月，这早已不是单纯的局部冲突，红海危机进入第19个月，局势非但没有缓和，反而在胡塞武装持续袭扰、美英反复空袭、伊朗深度介入，全球航运被迫绕行的恶性循环中不断升级。这条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，承载全球约 12% 贸易量与 8% 石油运输的战略航道，已沦为中东地缘冲突的引爆点与全球经济的风险源。截至今年5月初，胡塞武装仍坚持不解除对加沙封锁就不停止袭击的核心立场。他们采用远程弹道导弹、无人机集群与自杀式小艇协同作战，将打击目标全面扩大到所有西方商船甚至中立国船只。曼德海峡航道近乎完全封锁，苏伊士运河的通航量相较危机爆发前已经下滑超过60%。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新分配，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不仅面临竞争，更承受着巨大的运转压力。红海危机直接导致苏伊士运河、红海航线瘫痪，全球主要航运企业马士基、地中海航运、中远海运等被迫绕行非洲好望角。过去苏伊士运河是亚欧贸易最便捷的海上通道，但现在的通航量相较危机爆发前已经大幅缩水，绝大多数主流航运企业放弃了这条传统航线，转而让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。亚欧航线单程耗时从14天直接增加到了21到28天，航运企业的单舱运费同步上涨了 30% 到 50%。 更致命的是，红海沿线航线的保险费率飙升了 200% 到 300%。 不仅如此，海上贸易也会受阻，能源、汽车、电子等大宗商品流通放缓。以色列埃拉特港自2024年起基本瘫痪，船只往来完全停止，中小型贸易企业根本无力承担这笔额外开支。亚欧之间的货物运输周期被彻底打乱，电子零部件、日用消费品和能源产品的运输效率持续走低。曼德海峡的航运受阻，直接影响了中东石油向欧洲和亚洲的运输，国际原油价格随之震荡，欧洲的能源补给节奏也受到干扰。不过，全球货物依然需要运输，航运公司正在重新规划路线。世界银行2026年5月预警，若中东供应中断持续，全年全球能源价格将大涨 24%， 直接推高各国通胀水平。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双封锁导致全球约 21% 石油运输受阻，油价持续高位震荡，拖累全球经济复苏。全球供应链呈现重构加承压双重特征，企业加速分散产能，寻找替代航线，但短期难以缓解运力紧张与成本压力。电子产品、汽车零部件、食品等消费品价格上涨，风险加剧，很多资金已经流向中东和非洲的特定港口。全球供应链也演化出了海陆多式联运的模式。摩洛哥的丹吉尔地中海港业务量大幅增加，大量绕行非洲西海岸的船只让这里成为重要的转运节点。中东国家的应对方式也很迅速，沙特阿拉伯把吉达港扩建成了区域集散中心，从亚洲过来的部分船只直接在吉达港卸货，随后成百上千辆重型卡车满载货物，行驶在阿拉伯半岛的高速公路上，陆运到巴林、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沙加。更震撼的是，为了规避不断升级的航运风险，阿联酋在今年5月1日直接宣布退出欧佩克，通过富查伊拉港绕开海峡出口原油。这种海路转陆路，甚至重塑能源出口版图的方式，提高了中东国家的基建使用率。阿曼的苏哈尔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也获得了更多的货运量。中东国家正在建立新的欧亚贸易通道，但这套新系统面临着严重的负荷问题。货运量突然增加，对港口设施提出了严苛的要求。吉达港现有的规模无法处理新增的运量，
卸货前的平均等待时间在1周内从17小时增加到了36小时。但基建黑洞还不是最致命的瓶颈。今年4月起，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霍尔木兹海峡，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。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重封锁让局势彻底失控。美军已经指令4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，导致伊朗约41艘满载6900万桶石油的油轮滞留海上，每日损失数亿美元。港口拥堵产生的滞期费、卡车转运的额外成本，再加上双封锁带来的运力瘫痪，最终都会计算在商品售价里。世界银行在5月份发出预警，如果中东供应中断持续，全年全球能源价格将大涨 24%。 我们购买的食品、汽车零部件和电子产品价格正在面临巨大的上涨风险。我们回到马六甲海峡来看新加坡的处境。作为全球重要的中转港口，大量绕行好望角的船只选择在这里进行补给和休整，港口作业压力随之加大。原本稳定的全球供应链节奏被完全打破。中东地区已经演变为2大阵营的博弈场，美英持续对也门发动空袭，却无法摧毁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能力。面对西方阵营的施压，由伊朗和胡塞武装等组成的抵抗之狐态度强硬，对抗陷入长期僵持。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下，亚太地区的外贸企业物流成本持续上涨，订单交付周期无法精准把控，跨国企业更需要确定性和安全备用方案。新加坡港务集团的高效调度和大式巨型港口的自动化设施，成了企业试图降低局势损失的重要依托。同时，以中国、俄罗斯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正积极主张从根源解决巴以冲突，推动红海危机的政治解决。掌握高效稳定的物流网络并顺应多边机制，才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优势。这场持续发酵的危机让全球海上贸易的脆弱性彻底暴露出来，一条关键航道的受阻便能引发全球贸易体系的连锁反应。只要巴以冲突的核心矛盾无解，胡塞武装的停火条件得不到满足，这场危机就注定会长期化、常态化和复杂化。胡塞武装袭击与美英空袭将持续循环，航运绕行与成本高企成为常态，危机持续外溢至能源、贸易、金融等领域，全球经济与地区安全将长期承压。地缘冲突的外溢效应早已突破了地区局限，它和每一个依赖全球贸易的市场息息相关。当前的红海局势看不到快速缓和的迹象，全球贸易市场还要在不确定中持续承压，地区冲突的停摆依旧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前提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价值，请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我是立足新加坡的时事评论员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